各位同学好，我们要介绍这个单元，不论是 PostgreSQL 里面的话的一个资料库基础的语法。那在 PostgreSQL 里面的常见的指令的部分，我们要介绍 PostgreSQL 里面的资料库里面的资料表，还有使用 State 的一个查询的资料比较常用的指令。那在建立资料库，那在 PostgreSQL 里面的话，我们可以使用以下的指令来建立一个新的资料库。然后来执行这样一个指令。如果资料库已经成功建立的话 ，PostgreSQL 会回传一个讯息，来代表资料库已经成功的创建。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资料库已经存在的话，那 PostgreSQL 的话会回传一个错误的讯息，那代表这样一个无法建立一个资料库的同名的资料库。那另外的话呢，它与其他资料库的系统不同的地方说 ，PostgreSQL 的话，它无法透过条件的指令避开一些重复建立资料库的错误。那在删除资料库，那在 PostgreSQL 里面的话呢，我们会删除一些资料库的指令，会使用一些指令的部分。那在执行这个指令的时候，如果它成功的删除资料库的话 ，PostgreSQL 的话会回传一个讯息，代表说它已经完全移除了资料库。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删除的资料库的动作是非常彻底的。如果删除这个资料库，其内容都会被删除的话，里面的所有表格跟资料都会不见。所以在操作这个指令的话，务必要非常的小心。那如果资料库并不存在，而 PostgreSQL 的话就会你强制要删除它的话，它就会回传错误的讯息。所以为了避免这样一个错误讯息的话，我们可以在指令里面的话加入条件的判断。那如果资料库不存在的话，指令也不会产生错误，可以成功的去执行。那在查询资料库的那个清单，如果我们想要查询资料库上面可以用的资料库，那可以执行这个 list 的指令。那 PostgreSQL 里面的话会列出当前伺服器上面所有的资料库，并显示一个资料库的清单。我们可以透过这样一份清单快速检视伺服器上所有的资料库以及它的属性。那这份清单里面包含的资料库的名称，还有资料库的拥有者，还有资料库的编码格式，还有资料库的读取权的部分。那在使用指定的资料库，那如果资料库存在，那 PostgreSQL 的话就会回传讯息，表示我们已经成功切换到指定的资料库并且来操作这个该资料库的进行。如果资料库它是不存在的 ，PostgreSQL 的话就会回传一个错误的讯息，然后呢会切换成资料库之前，那我们可以先确定这个目标资料库是否是存在的，以避免产生错误。那在建立资料表，当执行这个建立资料表的指令的时候 ，PostgreSQL 的话会依当前的资料库中来建立一个员工的资料表，来建立这个 ID 栏位。那 ID 栏位的话呢，会有自动地列的整数的型别，那并设为组件。那在建立资料表中的话的栏位名称与属性，所以我们就会开始去透过这样一个指令的方式来储存员工的姓名、姓氏，还有他的自创长度最多为50个字元，然后储存员工的电子邮箱部分的话呢，最多就是100个字元，然后储存员工的薪水部分的话呢，最多就是10个字元，那其中会有2个小数。那在成功建立资料表这边的话呢，我们会执行成功之后，那 PostgreSQL 的话会回传信息，表示这样一个资料表已经成功建立的。不过这样一个资料表已经存在的话 ，PostgreSQL 会回传错误的讯息，那代表无法再建立同样的名称的资料表。所以在建立资料表前的话，我们要确定是否已经存在，避免重复操作。那删除资料表，当执行这个删除资料表的指令的时候 ，PostgreSQL 会尝试的将员工的资料表删除。执行后的话，就会有以下两种结果。第一种结果就是，如果员工表的话是资料表是存在的 ，PostgreSQL 的话会有移除表格的讯息，那代表说这样一个表格已经被删除了。而这样的删除的方式呢，就会永久删除这个员工资料表，还有它的所有的资料。那如果那个员工资料表不存在的话呢 ，PostgreSQL 的话就会回传错误。所以为了避免这个不存在而发生错误的讯息的话，我们可以使用的判断条件的指令。那这样的话就
使得资料库如果不存在的话呢，执行指令的成功也不会发生报错的问题。那资料表的数据的修改，在 PostgreSQL 里面的话，我们可以使用下面的指令，来插入数据到资料表中。那这段指令的话，主要的特点是我们可以指定插入的栏位。那这样的栏位必须是在跟资料表的结构是一致的。另外，这个 ID 的栏位的话，定义为连续的类型。那这样 PostgreSQL 的话，会自动的为这些记录分配唯一的 ID。然后呢，因此我们可以插入这个数据，不需要手动提供 ID。如果这个栏位跟资料表的结构比较疲惫的话， PostgreSQL 的话会回传这个讯息，表示已经成功插入这2笔资料。那总结来说的话，就是这个指令的部分非常适合我们在批量的时候来插入数据。那在操作的时候务必确认栏位的结构跟它的约束的条件，避免插入的时候失败。在资料表数据的修改，那接同上一个指令的部分的话，如果需要更新资料表中的数据，我们可以使用 update 的指令。那成功的更新数据的话呢，资料表中会有存在该出数据的记录，那 PostgreSQL 就会回传这个讯息，表示它有一笔资料已经符合条件，成功的更新了。如果未更新任何的数据，如果资料表没有任何的该数据的话，那 PostgreSQL 也会回传讯息，表示没有符合的条件的数据，因此没有进行任何的数据更新的动作。那一样资料表的话呢，数据的修改，那也会有这个状况，就是当这个指令部分的话，从员工表里面删除数据，那指定的删除的条件里面，如果 ID 为4的数据被删除，那成功会删除该数据。那如果 ID 为4是存在的，那这个时候就会回传这个讯息，表示这个数据已经成功被删除了。那如果 ID 4它是不存在的，那 PostgreSQL 的话会回传信息，表示这样一个是没有符合条件的数据，因此未删除任何条件的数据。那查询资料表的话的清单跟结构，那在 PostgreSQL 里面的话，我们使用的查询这个资料表的清单指令。如果想要查看这个资料表里面的结构，可以使用的这个指令-d 来表达这个清单的名称。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员工的资料表的结构 ID 为主件，那它设定为整数的形态，然后使用了字增值。员工的姓名跟姓氏可以使用长度的字串，员工的电子邮箱的部分的话的地址也是可以用长字串。那薪水的话呢，可以用数字的部分，然后最多有2个小数的部分。那使用这个 ID 的话为组件的索引的资讯，ID 的话为表示是组件，也可以使用 B-tree 来做索引加速的查询。那使用的 Slate 的查询资料，那在 MySQL 里面的话的基础资料库与操作中的话，我们已经介绍一些常见的 Slate 的查询，还有 SQL 的基础语法。接下来的话，我们补充它有其他的 SQL 的语法，来深入了解那个 Slate 的查询使用。那可以特别注意的地方是 ，MySQL 跟 PostgreSQL 里面的话，它的语法上面是有一些差异性的。那但核心操作跟大致上是相同的。那 SQL 的基础语法里面的话呢，首先第一个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round 的那个函数，它是在数值四舍五入里面的话指定小数位数的部分。假设我们想使用每一个员工的薪水保留小数的2位数，我们可以写入了这个 SQL 的语法来查询这个返回员工的薪水，来保留这2位小数的部分。那接下来的话，有取得这2个整数的函式，我们可以用 cell 这一个函式来数字向上取整，返回大于或等于的话数字的最小整数。那 floor 的话的函式的部分的话，它是数字向下取整，然后返回小于或等于数字的最大整数的部分。假设我们想要将每个员工的薪水向下取到最经济的整数的话，我们可以用 floor 的函式
这样的话查询的话呢，可以返回每个员工的薪水可以向下取得整数的部分的结果。那还有接下来的第3个语法的部分的话，就是合并函式。那这个是作用于要返回第一个非入额的值。这个函式的话，在处理缺失的数据是非常有用的，尤其是在栏位是入额的情况下的话，那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方式。例如，假设员工里面的话，员工的电话栏位他可能没有提供电话号码，这时候我们可以合并函式的时候，用合并函式来确保员工能够显示一个有效的联络资讯。那如果他没有提供这个电话号码，那查询中的话会出现入额嘛，那就会显示没有可用的一个电话号码。那我们接下来第4个指令的话，就是入额的if的函式，它是来比较2个值，如果它是相等的话，它会返回入额，否则的话它会返回第一个值。所以可以使用在薪水栏位里面的话，如果假设它存在是0的话，0表示它该员工是没有薪水，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可以使用这个负额if的部分的函式来将0的部分的话做个判断，以避免在查询中的话有一个不正确的一个数据的发生。那在第5个函式里面的话，就是 JSON 的阵列长度的函式，它可以做一个返回 JSONV 的一个阵列的长度，来计算阵列里面的话的一个项目的数量。那假设员工的资料表中的话有这个技能的栏位，那 JSON 的话会复制这个程式码来返回这个为3。那 JSON 的物件件的函式的部分那可以提取 JSONV 里面的物件的件列表。那例如员工里面的话呢，它会有一个细节栏位，那我们可以透过 JSON 来复制程式的话，返回以下的件有 age department 还有 city 的部分。那接下来的指令的部分也蛮常用的，就是计算所有员工薪水的总和。那当我们想要计算所有员工的薪水的总和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总和的函式。那这个函式里面的话呢，函数的部分的话，我们可以将薪水栏位的话所有值相加，然后返回总和。然后呢，接下来的这个指令呢，可以来查询这个薪水里面高于平均值的员工。如果我们使用查询高于全部员工的平均的薪水的时候，使用这个平均值的函式的话，可以来计算平均的薪水并将每个员工的薪水进行比较。那最后一个呢，就是筛选出员工超出10个部门的部分。那我们可以使用这样一个指令的方式的话呢，来筛选出超过10个部门的时候，利用计算函式来统计每个员工的数量。那还有一些蛮常用的指令。首先，那个有计算加薪10%后的薪水。当我们计算员工的时候加薪的时候，那我们可以针对薪水进行简单的数学的运算。这样的话，可以如果假设我们要让员工薪水提高10%，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那再来是查询属于那个各个部门，像 HR 跟 IT 部门的员工。所以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指令的部分的话，使用的 in 这个关键字来做筛选。这时候我们可以查询有关 HR 跟 IT 的员工的资讯。那接着我们可以用返回前5笔的部分。然后当你资料很大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查看前几条的资料。我们可以使用限制关键字来限制返回的资料的数量。例如我们要返回前5笔的部分。那接下来是我们要查询员工有 A 开头的部分，那我们需要来筛选员工的姓名的部分。那我们想要查到有 A 开头的一些姓名的部分，我们可以用 like 的关键字来做模糊的批对。那在 SQL 的指令补充里面的话呢，我们在以上的说明指令的范例外的话，还有许多不同的指令。就不一一的叙述了。因为大家的话可以在网络上查询与其他 SQL 语法进行做练习的部分。那以上的话是我们对 PostgreSQL 资料库的基础语法的介绍。感谢。